此次妖族在北周之北损兵折将，元气大损。当妖族在巫族面前惨败时，北周南部边界留守的众妖族作势起兵要前去支援，但一来妖族剩余精锐要穿过厚厚的瘴气圈，最少需要7、8个时辰；二来中神州北部众多仙门上方仙光缭绕，说不清多少人族炼气士像是得了什么命令，在山门之上排列好了战阵。妖族大本营顿感压力，很快就做出舍弃北周北部妖兵的决定，这自然也是李长寿此前安排好的一点小底牌。他只是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给少部分仙门发去了协助邀请，让他们做个样子对妖族施压，这些仙门也乐意做着顺水人情。北周战败，高手狼狈回逃，派去的妖兵被歼灭10之8九，妖族自是群情激愤。但李长寿仔细监听了一阵，发现妖族中骂他这个水神者少之又少，骂龙族8戒天庭最多，骂天兵用道兵为盾，躲在道兵之后不敢一战者也不少。而提到水神2字，大多妖族都有些感慨，甚至有不少妖族在称赞水神勇武，言说自己祖上也跟水之道有关。妖族的族文化当真令兽捉摸不透啊！可惜此时无法寻到陆压的藏身之地，不知陆压伤势如何。若是乾坤尺将陆压打成重伤，自己也可以安排偷袭一次，趁他病要他命。北周边界的妖族并未继续起兵，也没有任何起兵之事，李长寿姑且安心下来。接下来这些妖族应该会安分个几十年，自己和东木宫的工作重心要放在为天庭扩充实力上。等待玉帝陛下与王母娘娘回返天庭，那时才是真正除妖之时。今日这一战不过是让妖族老实一点。原图见那银发少女，李长寿心底对西方圣人的习惯性出尔反尔也是颇有些无力吐槽。但是圣人都耍无赖了，我们这些蝼蚁还能怎么办？只能忍着了。小琼峰山体密室，李长寿将乾坤尺和玄黄塔放在老子画像前，对着太清圣人拜了3拜。玄黄塔和乾坤尺消失于桌案上，一抹熟悉的道韵在李长寿心底缓缓铺开，凝成了2个大字：莫急，而后消散于无形。李长寿愣了一下，随后又对着圣人老爷的画像拜了拜，方才退出这一处密室。回丹房打坐，李长寿开始总结此次北周战事，反思所做不足之处，思虑不周之处，思考后续之事的发展。自己的修为若是能与陆压道人持平或者是相近，今日就真的有机会打杀了他吧。修为需天长日久的积累，这也是急不得的。毕竟长生以后，悟道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原本的骚思路、浪想法都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修道之事回归到了积累体悟上。稍后去兜筛宫中将此事禀告给大法师医生吧。还有此次北周之战，李长寿让几名天将拿流影球做了全方位的记录，可以将这些带给人族上古魔兵，让他们看一看如今天庭的战力，也让这些老人放心一些吧。念及此处，李长寿的心神就要挪去天庭水神府，但是心底突然一动，弥漫在山门各处的仙石朝着山门处汇聚而去。那里一位翩翩公子驾云而来，手中的折扇轻轻打开，露出了一个云字。这公子到了山门前，对着几位守门的大爷拱了拱手，用温润的嗓音笑道：贫道萧云前来寻访好友，不知可否代为呼喊一声。那老大爷和和气气地问：这个道友要寻的好友道号为何呀？
小琼峰上李长寿。各位不必费心，他已来了。这一点准备都没有，怎么就直接打上来了？山门前，李长寿破天荒的超速驾云，从小琼峰匆匆赶来，对着山门外的俏公子拱手做了一个道揖。啊，公子怎么得了空？那俏公子目中带笑。可是我来的唐突了。何来唐突一说？李长寿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随之看向一旁的守山门老仙人，行了个礼。这位萧公子是弟子的好友，不知可否先带他入山门中，弟子稍后再去百饭店补一个出入令牌。今日轮值镇守山门的长老有些为难。虽说贫道信得过长寿师侄，但门规如此，不可擅自领人入内。好样，这几位长老果然是恪尽职守。如此一来，以来者温柔的性子，定不会让自己为难。确实啊，俏公子此刻已经是准备开口，邀李长寿在山门附近散心走走，不必非要入内。但是破空声乍现，一抹青光自破天峰飞射而来，化作了一只木牌，落在了李长寿面前。空虚无忧掌门令。季无忧的嗓音自木牌之中传来。长寿前些时日替门内解决了五行阵法灵力接续转化这般困扰了贫道数万年的难题，特赏此令，持此令可随意带人进出山门与渡仙殿。李长寿眯眼笑着接过木牌，多谢掌门厚爱。守山门的几位仙道老大爷也是连忙放人入内。大爷们还有些纳闷，为何这般小事就要出动平日里100年都不出的掌门令呢？掌门直接传个声不就完事了吗？俏公子眨眨眼，显然是没有料到还会有这般情形。他在云上矗立，含笑看着，等李长寿请他入内，便驾云向前，跳到了李长寿脚下的白云。他小声问：可是都打扰了你？你突然过来，我只是有些手忙脚乱的，又怎么能说是打扰呢？当下李长寿驾云，带着这位俏公子朝着小琼峰而去。渡仙殿侧旁的小屋中，季无忧掌门眯眼含笑。虽然不知道是谁来找长寿，但用脚趾头想，都知定是三教高士某位大人物，如何能因渡仙门的门规让来客不喜？该给小法师的尊重必须给齐了。这波贫道的路又走宽了。落去小琼峰时，这俏公子感受到小琼峰周遭的层层大阵，顿时放心地收起障眼法，随着淡淡轻雾消散，恢复了原本的形貌。峨眉不减秋水眸，薄唇未语意迟迟。云作此长雾凝秀，谁家仙长傲寒枝。来的不是云霄仙子，又能是何人？李长寿带着云霄仙子朝小琼峰的灵湖落去。云霄淡定从容，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新奇地打量各处。仙子问：你与那妖族太子斗法，可有受伤？啊，还行，就是仙力损耗大了一些。我那也不算是跟他斗法，不过是拿着老师给的宝物与他较量一二。今日我来是有2件事放心不下，与你叮嘱一二。隔壁峰上的便是上古妖帅白泽，可许我去走一趟，让他心中多几分忌惮。不可不可，白先生此时正郁闷着呢。就当前来说，我还是对他好一点吧。他此前被大法师和我折磨的心气儿都损了。折磨？云霄眨了眨眼，奇道：你还动了哪般酷刑不成？李长寿引着云霄落在柳树下。这话说来话长，稍后我与你慢慢说。既然来了，先与家师和师妹打个招呼吧。云霄颔首应着。他并无什么小女儿家的扭捏，
无任何紧张或是不好意思，哪怕是去太清观中问候，他也可一颗道心清澈无垢，不起波痕，更不用说是在小琼峰上。李长寿引着云霄去了几座草屋前，对着屋内传声一二。灵娥的草屋最先推开一扇窗，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看到云霄的身影之后，明显是一愣一怔，又唰的一下把小脑袋缩了回去。什么情况？这还了得？云霄仙子打上门来了，终于已经到了家门失守城门失火老家被偷这一幕了吗？灵娥抿抿嘴唇，赶紧坐去梳妆台前，眼中燃烧起了一团团斗志，但是一瞬间又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云霄啊，那是云霄仙子啊，典籍中记载的三教高人，天地间有数的圣人之下大高手，刚才只是那一眼，咱就见到了他那清丽不俗、出尘绝世的风姿。这不是脸蛋长得有多好看，身材如何精致匀称就能追平的，那种与道接近、不类俗灵的气质，是旁人想模仿都绝对模仿不出的。灵娥并拢双腿坐在梳妆台前，双目无神，呼吸停滞，整个人像是宕机了一样。兰灵娥，你要就这般把师兄拱手相让吗？这可是早就认定了一生相随的师兄兄呀！正此时，隔壁草屋中传来了少许欢笑声。师父，这位云仙子是弟子的至交好友，此前也对师父提起过的，这次来咱们门中看望。哦，对对，长寿提起你很多次啊。云仙子随意就可，随意就可啊！到了这儿就跟到了自己家山头一样啊！哎，我家长寿终于算是个成熟的仙人了。此前贫道最担心的就是他交不到什么知心好友，嘿嘿，贫道当真多虑了，多虑了呀！灵娥顿时皱眉抿嘴，攥着小拳头，泪流满面。师父竟然这么快就叛变了。说好无条件支持两个亲传弟子搞道侣的呢。轻轻吸了一口气，灵娥的道心燃烧起了斗志。母亲说的对，女子不狠，立家不稳。我要争的是在师兄心底的位置，又有这么多年做师兄小坎肩的优势，此时只需稳固防守，步步为营，并不一定会输给这位大名鼎鼎的云霄仙子。不就是圣人大弟子修为超然吗？这位便是你的师妹吗？耳旁突然就传来了温柔的嗓音，灵娥突然感觉有一缕清凉的微风在自己的耳畔拂过，整个人都没了那么多糟乱的想法，道心变得宁静了许多。他扭头看去，却见草屋门前自家师兄负手而立，就在师兄身旁，那位仙子含笑注视着自己。那一瞬，门框仿佛消失不见，师兄也消失不见，只剩下这位仙子那略带歉然的目光，嘴角温柔的笑意，仿佛在对自己说，冒昧打扰，他并无敌意。李长寿温声道：灵娥，莫要失了礼数。是。灵娥连忙站起身来，对着云霄欠身行礼。弟子见过云霄前辈。云霄向前迈出2步，柔声道：你我相交，不必论道门辈分，我需长你许多缘惠，你就如我两妹妹一般，称我一声姐姐便可。话临了，云霄又忙道：莫要多想，这声姐姐只因年岁。姐姐。灵娥的脸蛋儿泛起了2朵红晕，小声喊了一句，额头又有冒白烟的趋势了。李长寿看看云霄，又看看自家师妹，突然发现云霄仙子哟，懂得挺多的嘛，显然是关注过俗世中姻缘之事啊。灵娥，
先换一身衣物，我带仙子在峰上逛逛。是，师兄。灵娥乖巧地答应一声，感受到云霄木中传递出的亲近之意，心底一阵轻吟。当李长寿带上木门，与云霄仙子去了湖边漫步，灵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坐在那儿立刻忙碌了起来。这仗怎么打？云霄仙子这般温柔如水的女子，连我见了都怦然心动。凭师兄的麻烦性子，哪怕最初不想与云霄仙子有道侣之情，也绝不可能去说狠话回绝这般实力高深的人物。时间一长，自会生出感情。最初师兄身旁出现其他女子时，灵娥感觉到了危险，但也看到了希望。当时灵娥觉得自家师兄的性子单凭他是绝对搞不定的，最好是有人一同协助，才能打开师兄的心门。那时灵娥当做了对手与盟友的便是九九师叔与有琴师姐，但是九九师叔的玩乐之心太重，对师兄的好感也被师兄转嫁到了美酒上。他最先对师兄表露好感，结果呢，早早步入了小雄风养老团。而有琴师姐，师兄又始终觉得她不够成熟，且彼此观念严重不合，最后在法宝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就在这时，一位完美符合师兄选道侣条件的仙子出现在了小琼峰之外的世界。也就在自己成仙且飞升之后，师兄对自己打开了心门。